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听完白玉兰画像，谭健次下次演唱会绝对地狱级别，唱功恐怖如斯。昨天白玉兰颁奖现场，谭健次唱了《香流》主题曲《等不到的等待》和《猎罪图鉴》主题曲《画像》，现场稳的一绝。听完这两首歌，我的激动，我的欣赏，我的赞美，简直无以言表。等不到的等待歌声一出，瞬间拉回了香柳，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夏天。一袭白衣傲然双骨的大将军，为了天下大义舍身取义。这次的等不到的等待的低音稳得像 CD， 吐字清晰，真假声转换自如，但是又非常清楚地听得出来是全开麦，每句都唱得很实，句尾也收得很干净，音准就不用说了。他的音准稳如泰山，音色转换、气口、咬字、气息、高低音、真假音转换、强弱混、直冲天灵盖的头声，所有方面都是顶级。唱歌的时候眼神也很绝，大雾渐渐散去，脸部轮廓慢慢变清晰。然后唱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再睁眼看镜头，这一眼感觉好震撼。注意到个点，就是衔接画像这首歌的时候，谭健次的神态和气场变化好明显啊！特别是去掉白纱那一幕，他的舞台感太棒了。最惊艳我的还是《猎罪图鉴》的主题曲画像。谁懂谭健次白玉兰内场舞台上画像？这段吟唱啊啦啦啦啦啦啊啦，现场直拍更好听了，高音好稳，超绝封神。谭健次的声音穿透力好强啊！但情绪或似娓娓道来，或似心灵呐喊。这是健次第二次舞台演唱《画像》这首歌，完全给我不一样的感觉。演唱会上的沈奕是破碎重塑，白玉兰上的沈奕是倔强坚韧的、执着的，是涅槃重生的，是历尽千帆仍心向光明与正义的。他让我又一次看到了10年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沈奕。看到了那个与自己和解的沈奕。沈奕从来就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传统警察，他是一个艺术家，即使做了画像师，他身上依旧有艺术家的执着与疯狂。他以身入局，像是在跨越很多个平行时空，另一个可能被引诱到罪恶上的自己，也是在尽力拉回一个真正能够懂他探索的同类与朋友。剧中我第一次听到《画像》这首歌曲是在沈奕画画时，沈奕画方凯义的时候哭了，因为他看见了曾经有极小可能在疯狂的好奇与探索下走上这条道路的自己，看到了自己畅快交谈的好朋友本该是普罗米修斯的道路偏离向罪恶，泥足深陷，不可弥补。他一直都画不出自己，因为他内心装的东西太多了。当沈奕直面自己的内心时，仿佛呼应了那一夜他对方凯义所说的话。他说，他心里的星空是一片混沌。如今他亲手拨开迷雾，在丑陋的、自私的、斑驳的、不堪的、阴郁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普罗米修斯问道、求道、殉道的心。沈奕的泪是为方凯义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他终于走出了心魔，这也与第一季相呼应。第一季的结尾是沈奕梦里画被割开了口子，露出了内里乾坤。其实这一路他都是一个人的旅程啊，他一点一点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感知力找出证据，在最后一刻依旧坚守底线。谭健次的歌声让我瞬间回到了《猎罪图鉴》，他前面的低音连接着前一首歌，从容、镇定、稳如泰山，陷入凝望、拷问、猜想。天赋悬在深渊之上，深信或迷惘，天分也分立场。是怪胎还是天才，不过此消彼长。副歌高音平地直拔，骤然起高楼，直冲云霄。这个高音简直完美。Heal the mind, light up the eyes in the dark, save the life。越求极致的渴望越反常，脆弱同时也炙热。每一颗人心的投射，画出最初的轮廓。
中间部分骤然一亮的白光，再加上谭健次清澈透亮的嗓音，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圣光降临，心里一下子就开阔了，就像我看完《猎罪图鉴》的结局一样。他对歌曲的处理情感丰富，层次分明，中低音是他的统治区，深沉、醇厚，张力十足；高音也能处理得稳定清亮，音色多变，开嗓极惊艳。比起演唱会的高音进步了一大截，令我叹为观止啊！最重要的是，感情完美融入在完美的技巧里面，两首歌状态切换得太丝滑了。说实话，画像真的没有几个人唱得来，低又太低，高又高的离谱，音区跨度极大。听完画像，觉得谭健次唱功又精进了，换气的时候底气十足。你到底练了多久？大哥，你偷偷告诉我，是不是去上声乐课了？高音怎么做到游刃有余的呢？最怕的是一个有天赋又努力的人。结合昨天的采访，他说一直在学习，不光是在表演方面，还有音乐方面。大家都在惊讶，都到这种程度了，居然还在学习。记者也震惊了，小声问：“你还在学习啊？”谭健次让不带扬鞭自奋题具象化了，让我想起那些演辈歌手，但凡用点心 B 站吐槽视频里也能少出现一些镜头。他这样一个优秀的人，还这么努力进修自己，学习表演，学习声乐，学习所有，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榜样。我发现谭健次对这种场合已经越来越游刃有余了，现在已经毫不怯场了。除了表演，其他任何时候也都是大大方方的。这个笑太酥了，而且是听到有人喊老公之后的笑，谁能来懂一下？特别轻松且气质绝佳，后场的时候还能发个呆放个空，有时候可可爱爱的。采访的时候言之有物，很有亲和力，总之就是特别有魅力。谭健次回应任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作为首位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谭健次深感责任重大。他表示会向行业前辈学习，用心打磨角色，用真诚回馈观众，为推动电视艺术发展贡献力量。有谁知道谭健次作为白玉兰奖首位青年推广大使，在白玉兰颁奖礼上发言的含金量？我不想看数据堆砌的所谓好剧，谭老师简直就是我的嘴替。年轻观众希望看到的不只是有话题、有数据的作品，更多也是需要有艺术锤炼的作品，更深入人心的角色。听完了等不到的等待和画像，更加坚定了我抢演唱会门票的决心。我可以想象，如果谭老师再开演唱会，那门票绝对是地狱级别的程度。